一、凌不疑的成长经历。凌不疑字子胜，是皇帝的养子，职位是光禄勋副尉。他是个倾城的美男子，而且上天入海，无所不能。他原名叫霍无伤，为了告慰去世的霍夫人以及去替他们送命的阿离，后来大仇得报后坚持称霍不疑，所以凌不疑既是霍不疑，也是霍无伤。少年的肩膀挑起的不是清风明月，而是家国仇恨。凌不疑是霍冲的幼子，小名阿争，阿离是凌毅的儿子，两个人长得非常像。凌不疑5、6岁的时候，正逢乱世，天灾人祸，吃的穿的都很稀缺。他吃了一个杏子，然后偷偷地跑到了霍冲的书房，把另一个杏子放在书桌上，想要留给父亲吃。听见外面有人声，便偷偷地躲了起来，正好看到凌毅帮父亲缝合背后的伤口。凌毅趁着霍冲毫无防备，用一把匕首割断了霍冲的喉咙，并用一把火烧了书房。凌毅通敌叛国，与吴大将军勾结，屠灭了霍氏一族。凌不疑逃跑的时候被姑母霍君华救下。霍君华看到自己的丈夫的所作所为，认下凌不疑为自己的儿子。凌不疑从此认贼作父。后来凌不疑进宫成了皇帝的养子，仇恶吞噬他，汲取他，最后占据他。以后的16年中，他处处忍耐，暗中寻找当年凌毅内外勾结的证据。16年光阴，凌不疑和凌毅仿佛在比赛一般。霍不疑拼命长大，一年年壮大自己的势力，以便暗中探看；而凌毅则收缩爪牙，一年年查漏补缺，弥补当年所有的错漏。这16年里，凌不疑被自己打磨，被自己蹂躏，被自己冲锋在刀山血海中，被自己圈起来。其实身上的伤好不好起来，都痊愈不了他的心。霍君华死后，凌不疑得守孝3年。凌不疑假装孝顺，将凌毅骗到城外别院办50大寿。凌氏一族本就枝繁叶茂，等豫昌郡主嫁过来后，凌家的子嗣中也便有了皇家的血脉。凌氏有了皇家的辩护，再加上延绵的子嗣，时间越久，凌不疑就越不好动手。凌不疑等不及了，所以在选择结婚前动手。于是他在大婚前3天撕掉东宫下辖的6营军队，血洗凌家别院，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他要凌家满门的性命。屠城灭族，凌不疑重伤坠崖，和少商诀别后，心灰意冷地躺在山洞里等死。凌不疑带着深入骨髓的仇恨与隐忍多年的计划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冷漠的幽灵。2. 凌不疑的感情经历。凌不疑对少商一见钟情，郎有情但妾无意。后来凌不疑忙着剿匪杀敌，重伤休养，短短2个月不见，少商已经和罗瑶定了亲。凌不疑把爱屋及乌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即使少商和罗瑶定亲后，仍然默默地为少商铺路。知道少商想与罗瑶外放，怕他急于逃离家庭的束缚，不顾危险，什么地方都去，劝他不要着急，并承诺为他去向圣上求一块安稳之地。凌不疑为了少商嫁到娄家不受委屈，甚至恳求皇帝赐少商一道圣恩，天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少商和罗瑶上午退婚，凌不疑下午就和少商定亲。其实从一开始，少商就是拒绝的，可是碍于陛下的滔天权势，他硬着头皮接受皇帝的赐婚。凌不疑的霸道不是一切，他让少商觉得约束。霸道再加上深爱，加上守护，加上别的东西，才是凌不疑的感情。少商对凌不疑是日久生情的。然而凌不疑在新婚前夜奔赴凌家别院，私自调兵。他为了报仇雪恨，不得不舍弃少商。电视剧《琅琊榜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复杂，并非简简单单的黑白是非，可以一刀切成2半。凌不疑是爱少商的，少商也心悦于凌不疑，只是他们俩的感情还需要历经坎坷才能修成正果。你让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了；你让我依靠你，我依靠你了；你让我信你，我信了，然后你将我重重地丢下，头也不回地去了。傲慢与自尊不允许少商被舍弃。爱一个人如果要面临危险，那就舍弃这份爱。于是少商和皇帝提出了退婚，毕竟有一个捅破天的未婚夫，你怕不怕？凌不疑用眼神哀求少商别离开他，少商也不想这样啊，可是你抛弃我，我不要面子的啊。
能为仇恨奋不顾身的人，必然也会坚决地将儿女情长抛弃。可惜凌不疑还不懂自己究竟爱烧伤爱得多么深，以至于尽管大仇得报，他不是喜悦，而是后悔。为了和烧伤一起享受人间烟火，为了和烧伤一起度过时间的流逝，为了满腔爱意，为了携手到老，凌不疑和烧伤同行。为了仇恨，凌不疑抛弃了他的荣誉，他的名声，抛弃了光明的前途和显赫的财富，抛弃了人间的烟火和生命的挚爱，抛弃了幸福和快乐。5年的流放生活，再没有烧伤的陪伴和吵闹，再没有各种汤水补品，再没有嘘寒问暖，而荒芜被称作时间。直到再次看到烧伤，凌不疑的一缕游魂才重新有了人间烟火气，在这淤泥深处重新捡回了一颗珍珠。